我是银石医科大学的顶尖毕业生，核心课和选修课常年稳居第一。教授们都说我是医学界未来的新星。记得老师当年含泪握着我的手说，我会成为最优秀的外科医生，是拯救无数生命的白衣天使，高尚又伟大。我早就做好了成为主任医生的准备，甚至幻想过晚年被实习生围着叫老师的场景，那画面多美好啊！可还没毕业，一个黑衣人就找上门来，把一箱子钱扔在我面前，50万美元，做我老板的私人医生。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一年才50万，当我是傻子吗？虽然我现在一年只挣5万美元，但有保险啊。退休后每个月的养老金都花不完，是一个月50万美元。他补充道。我沉默了。好，你老板哪里不舒服？我现在就去检查。养老金？算了吧。就这样，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我，被黑衣人火速带去了豪宅。然而，所谓的 CEO 根本没露面，出来迎接我的是他弟弟，一个身高1.88米、宽肩窄腰、6块腹肌线条分明，还有诱人 V 字领的帅哥。换作平时，见到这么帅的人，第一反应肯定是欣赏美色。但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，这腹肌解剖的时候韧性应该不错。接着，我就看见这位帅哥慢慢抬手捂住了肚子。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是私人医生，其实跟管家没两样。某天凌晨3点，我睡得正香，突然接到了 CEO 的电话。电话里情况危急4个字把我吓懵了，以为出了什么凶杀案，吓得连手机都没拿，套上白大褂，抓起医药箱就冲出门。我跑得太快，保安以为撞了鬼，第二天还在业主群里打听哪里能请道士驱邪。结果到了地方，却看见 CEO 正和他那娇弱的小情人依偎在沙发上。小情人一见我就哭唧唧地伸出了手指。随后 CEO 冰冷的声音响起，赶紧治，治不好你们都给他陪葬。我盯着那道几乎看不见的划痕，陷入了沉默。我犯的罪应该还不至于判死刑吧？正常情况下，这种小伤口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，更别说治疗了。他竟然用死刑威胁我。似乎察觉到我的犹豫， CEO 毫不犹豫地把一沓现金扔在桌上。治，现在就治。我立刻蹲下身，打开医药箱。好的，先生。该死，我就是个向金钱低头的女人。我小心翼翼地给那根金贵的手指贴上创可贴，抬头时正好对上一张熟悉的帅脸。黑衣人第一次见面时介绍过，洛根·昆西 CEO 的弟弟，据说在娱乐圈小有名气。他这张脸确实眼熟，我在不少产品包装上都见过。帅是真帅，但我此刻是真的烦。于是我表面维持着微笑，冲他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在骂，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头砍下来塞你弟弟坟里，要死死一起。洛根完美的表情明显僵了一下，他犹豫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哥哥。他问，哥，你快死了？不出所料，他被赶出了豪宅。我也一样。他是因为问了个蠢问题被赶出来的，我则单纯因为他们觉得我碍事，这我能理解。凌晨4点的天格外冷，天边还没亮，我就穿着一件白大褂站在寒风里，身边还跟着个1.88米的帅哥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还会心动一下，但现在作为一个被压榨的打工人，我的怨气比尸体还重，根本没心情搭理洛根。我只是礼貌地跟他打招呼，昆西先生，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我嘴角弯起微笑，剩下的话没说出口，心里想着客气一下而已，别得寸进尺。至于你哥，再敢半夜因为一道不流血的划痕叫醒我，我就把你们全家叠起来送解剖室当尸体，你第一个。洛根慢慢移开视线，不再看我，但他垂在身侧微微颤抖的手暴露了他的心思。我维持着完美的表情管理，掏出电动车钥匙，帅气的启动，拧动油门准备出发。可惜油门可能拧太猛了，电动车毫无反应，纹丝不动。我又试了几次，
确认他彻底罢工了，连指示灯都不肯亮一下。这辆电动车我2天前才买的，为了这份描述不清但月薪50万的工作，我花了3800块巨款，从路边小贩手里买了辆2手电动车。现在看来，他好像短路了，怎么弄都不肯动。我能感觉到背后有2道灼热的目光，盯得人浑身不自在。不用回头也知道，洛根在看我，大概在奇怪我怎么还没走。我脆弱的自尊心不允许我下来推车，那也太丢人了。于是，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。我在洛根看不见的地方伸出脚，试着往前蹬。没想到电动车真的能移动，只是我严重低估了自己的体重和腿力。努力了2分钟，才前进了大概2英寸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道讨厌又好听的男声：“加德纳医生，你现在像一只拼命想上岸的乌龟。”我没说话，心里想，没事干就闭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最后，我还是没能蹬走。电动车实在太重了，再蹬下去，我的腿部肌肉恐怕会变得异常发达。于是我下车转身面对洛根，脸上的假笑已经快要挂不住了。没想到他走上前，检查了一下我的电动车，还试了试钥匙，然后好心的告诉我，线路问题，得拿去修。那一刻我还挺感动的，觉得他是个好人，说不定会帮我想办法。结果他接着说，我肯定修不好，你还是自己蹬回去吧。出口在那边，祝你好运。我的笑容僵住了。他以为他是谁？滚远点。人倒是不坏，就是坏得不够彻底。我好像瞥见他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。我强压着怒火回应，谢谢昆西先生，再见。然后推着我那辆报废的电动车，一步步走进黑暗里。大概10秒钟后，那个混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快点走吧，清洁工马上就要来了，别挡着人家干活。”我发誓，只要我抓到他的把柄，他就死定了。不知为何，网上总说洛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在片场和新闻发布会之间奔波，仿佛一天有48小时。但每次他 CEO 哥哥叫我过去，我总能看到这家伙在别墅里闲逛，好像他早就知道我要来似的。我一进门，他就会慢悠悠地走下楼，然后就靠在栏杆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被训斥。就像现在，最近对你太宽容了是吧？饭都不吃了，想饿死自己。CEO 怒吼着，伸手粗暴地捏住对面女人的下巴。那个娇弱的女人眼里噙满泪水，却倔强地迎上他的目光，花瓣般的嘴唇紧紧抿着，死活不肯张开。看样子2人已经僵持很久了，桌上的饭菜都凉透了。我正准备悄悄后退，等他们解决完再说， CEO 却突然转头看向我：“加德纳医生，把他肚子剖开，把饭塞进去。”我就不信他不消化。我愣住了。等等，什么？让我缓缓。你们有钱人的脑子都有问题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人就泪眼婆娑地转向 CEO：“ 那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，反正我也只是个替代品。” CEO 咬紧牙关，都怪我太宠你了，才让你敢这么说话。他转头对我下令：“加德纳医生，给他打麻醉，让他睡着，别再烦我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回应：“先生，麻醉药不能随便用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几沓现金就落在了我面前。我惊叹于 CEO 凭空变现金的能力，毫不犹豫地从药箱里拿出镇静剂，注射进女人的后颈。她浑身无力地倒了下去， CEO 连忙接住她，怒吼道：“这是对你的惩罚，下次再敢违抗我，有你后悔的。”我没心情掺和他们的爱恨情仇，正准备悄悄溜走，抬头却看见洛根站在他们身后，手里还拿着那几沓现金。原来钱是他从后面递过去的，说不定我应该把他们3个都打晕，然后拿着钱跑路。这点小钱 CEO 大概也不会放在心上，趁这家伙昏迷，我还能踢他几脚出气。有钱拿又能报仇，简直完美。我在心里为这个恶毒的计划窃喜，完全没注意到洛根越来越黑的脸色。
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闪着寒光的针管上，喉结紧张地滚动了一下。他把剩下的2沓现金塞到我手里，拿着钱赶紧走，语气急促的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猛兽。我开心地接过钱，一边把钱塞进医药箱，一边盘算着今天的收入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挺上道，主动送钱上门。既然这样，那电动车的事我就勉强原谅他吧。还没等我想完，镇静剂就起作用了，女人向后倒去。CEO 连忙后退一步接住他，没想到却撞到了我，而我身后正好站着洛根。于是我踉跄着撞进了洛根的怀里，他身上好闻的古龙水味瞬间充斥了我的鼻腔。倒下的那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他抬起手，似乎想接住我，但我们都忘了，我手里还拿着半管镇静剂。等我站稳身子，发现手里空了的时候，低头一看，针管正插在洛根的胳膊上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或许我应该放下钱赶紧跑，但我没机会逃跑了。洛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在我准备溜走的前一秒抓住了我的手腕。跑什么？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，你不打算负责吗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负什么责？我也是受害者啊！可洛根态度坚决，真不是你亲手扎进去的吗？如果你没拿着针管，我们撞到一起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我有点心虚，他说的对，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洛根握紧了我的手腕，显然是怕我真的跑掉。我能看到他胳膊上因为用力而凸起的青筋，如果不是上面插着针管，其实还挺养眼的。我的目光一落在针管上，洛根就伸手从容地拔了出来。我生怕他报复性地扎回我身上，连忙后退了一步。他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随手一扔，针管精准地落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哥，你医生借我用一下，晚点还你。他对 CEO 说。他竟然直呼 CEO 的名字。CEO 正忙着照顾昏迷的情人，根本没时间回应。他的沉默等同于默许。于是洛根就把我拖走了。等等，哥，医生啥时候成了可以随便借的东西了？我脑子里思绪万千，疯狂脑补洛根会不会报复我，就像那些总裁小说里写的，把女主角囚禁起来当玩物。我还在想，我爷爷的3头黄牛、4头母猪和2条狗该由谁继承？洛根拉着我上楼的时候，突然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还差点把我也带下去。我悄悄抓紧了扶手，我还不想死。洛根转头看了我一眼，耳根莫名的红了。你是不是总裁小说看多了？我震惊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洛根紧紧抿着嘴唇，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少看点那种色情小说，对你不好。我一本正经地回答，有欲望是正常的，长期压抑反而会出问题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。该不会你……洛根抓着我的手更紧了。当他把门锁上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他心怀不轨，结果他只是想让我帮他上药。伤口在他自己够不到的后腰，他又不好意思找哥哥帮忙，于是这个苦差事就落到了我头上。怎么，失望了？他问。我没回答，只是盯着他腰侧伤口的位置。从这里切开，正好能看清肾脏的结构。上完药，我默默地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把他的肾取出来。据我所知，我们大学解剖室的肾脏标本还挺稀缺的。洛根不用的话，捐出来也是一件好事。洛根赶紧拿起衬衫穿上，震惊地看着我。你就不能想点不那么血腥的事情吗？我疑惑地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洛根紧张地移开视线，你的表情有点吓人。我恍然大悟，果然，娱乐圈的人就是观察力敏锐。